当然，逼统也有可能是武力和经济压迫同时使用，从而达到最高的效益。这种观点靠谱吗？看起来好像挺好，实际上呢，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。普京说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，靠经济实力就可以。那么这种观点靠谱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，普京在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上表示呢，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中国已经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。那么中国可以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潜力，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。普京强调，中国甚至可以通过经济力量就实现国家统一。他不认为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。那么台湾在民进党的执政下，已经走上了渐进式的台独道路。蔡英文在双十节发出的挑衅，国民党软弱无力的反击，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那普通的观众认为，如果台湾当局不需要和平谈判实现统一，那么就只有用武力统一这个办法了。但是普京的观点似乎认为，通过经济力量就能够让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，未来不需要动用武力。实际上，普京的观点是逼统的一种。那么，所谓逼统，就是通过武力、经济等手段压迫台湾当局，然后呢，再通过谈判来实现两岸的统一。这里面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手段供采用：一是以武逼统，比如通过攻占台湾的外岛。战机，特别是无人机穿越台岛上空，进行局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等办法，来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。同时呢，还能让台湾当局走上谈判桌，被逼实现两岸统一。第二种办法呢，就是使用经济手段来压制台湾当局。现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度呢，超过了43%。一旦大陆决心实现统一，就有可能彻底掐断台湾的财源，从而让岛内的政治势力看到后果的严重性，最后逼迫台湾地区当局进行谈判，完成两岸的统一。当然，逼统也有可能是武力和经济压迫同时使用，从而达到最高的效益。这种观点靠谱吗？看起来好像挺好，实际上呢，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。第一呢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任何的分裂势力都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，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，其执行的两岸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维持现状。当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一般都不太可能愿意当省长，而是想当所谓的总统。第二呢，任何让利政策实际上都不太容易奏效。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让利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没有看到台湾支持统一的呼声变高，这就证明一味的让利也不见得可行。在国民党执政时期，台湾的农民以及旅游业者都是大陆惠台政策的受益者，结果还是民进党当选。台湾舆论从来不谈大陆的让利，反而炒作大陆因为病虫害而禁止进口台湾水果。也就是说，大陆做出再多的让利，只会让台湾的某些人习惯于这种好处，而不是记得大陆的好。第三，实施穷台政策呢，也存在着某些问题。有人认为，既然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那么高，可不可以直接实施穷台政策，打击台湾的企业和经济呢？这么做呢，也存在着某些风险，比如说会对国际供应链、产业链产生影响，同时呢，还会打击大陆的经济。在民进党的洗脑下，台湾民众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制裁而利益受损，甚至受穷，同时呢，也会对大陆的经济呢造成一定的影响。那么，中国大陆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统一有没有作用呢？实际上作用很大，但是一定要与武力统一一起发挥作用。为了促进统一，中国大陆应该制定更好的政策，让台湾的企业、农业到大陆发展，同时鼓励大陆企业替代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角色。也就是说，如何避免两岸发生武装冲突，从而对中国大陆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，这才是我们未来几年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。有人说，中国大陆现在有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，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完成统一大业？实际上，中国大陆早就掌握了解决统一问题的主动权，可以说时间和主动权
都在中国大陆手里。但是呢，要想实现两岸统一，还需要做更多的细致的准备工作。这些准备工作呢，主要包括军事层面和经济层面的，准备的越充分，未来完成统一的代价就越小。那么台湾的那些小丑，应该说已经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